去用庆祝，搁去用要求讲要来你摕1000万。我甲你讲啦，这件代志你家己去解决啦。我152都袂看你出啦。现在民视及三立的8点档都是播台语连续剧，《飞龙在天》、《台湾霹雳火》是我学生时代超火红的台语8点档。但有人记得或是经历过在校不说台语说国语的时代吗？是的，我就是经历过那个时代，而且也记得那个时代的台南人。说到这里呢，每每跟同学提起国小在学校讲台语会被处罚的事情，大家却像是集体失忆般，没有人记得。有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那个是以前的年代吧。可是我明明记得，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校门口的扛棒就大大的写着在校不说台语说国语，我还跟他合照呢。是我记忆错乱了吗？难不成我是时空旅人？妈妈，你 YouTube 看太多了。为何不像大家一样失忆？为何会记得这种小事？我想是因为我对于说台语罚5元非常在意。5元是我1天的零用钱，5元可以买5支碎冰棒吸啊吸，5元可以买个红豆面包、芋头面包，甚至是克林姆面包或奶酥面包啊。5元还可以买一包乖乖饼干、可乐果，所以5元很了不得。那你有被罚过吗？没有因为你妈小时候就跟你们现在一样啊，台语烂到爆，完全不会说。另外让我记忆深刻的是，老师上课虽然都用国语教学，但一到下课，老师们彼此却用台语沟通。学生讲台语要被罚5块，老师每节下课都讲台语，却不用受罚，这点真的是让我意难忘啊！一直到国中，台语解禁了，说台语也不再被惩罚，但讲国语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，根本改不了了。外公外婆在家都不跟你们讲台语吗？小时候外公外婆都跟我们讲国语，所以你大阿姨、小阿姨都习惯讲国语。可是去台南时，我看剧的都是讲台语话说从前啊，民国38年，国民政府搬迁来台，我的阿公阿嬷也跟着政府从福建来到台湾。爸妈分别在民国38及39年出生，阿公阿嬷在福建长大，习惯讲台语，所以对爸妈而言，台语就是他们的母语。但因为是国民政府统治，爸妈在学校学国语，但放学后还是习惯讲台语。至于会改变生活习惯，开始跟我们讲国语，是因为某一天，我的哥哥，也就是彤彤要的舅舅，放学回家大哭。哎呦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是伫学校互人欺负你？同学拢讲我袂晓讲国语，拢甲我笑。啊，你袂晓甲伊应回去哦，该骂。哎呀，你讲啥？我嘛听无啦，敢若知影因甲我笑啦。哎呦，哪会安尼啦？袂晓讲国语嘛爱甲人笑哦。好，即马拢是教国语啦。我若是无习惯讲吼，应该嘛袂晓讲啦。为了不让妹妹们以后上学因为听不懂国语，不会说国语被欺负，所以爸妈就强迫改掉自己讲台语的习惯，跟我们小孩开始都用国语沟通。比哥哥晚3年上学的我们，在爸妈的调教下，说国语很自然的就变成我们的日常，再也没有发生听不懂国语被嘲笑的事咯。连来家里做客的客人对于我们日常对话都讲国语也感到很特别，但哥哥已经习惯讲台语，所以改不掉了。我觉得爸妈认真推行说国语运动，国民政府应该要颁奖给他们呢。受说国语运动影响，我的下一代自然不会讲台语。那你怎么学会讲台语的？环境吧，好像到小6讲台语就不会被处罚了。解禁后，同学老师多少都讲台语，我就加减学。而且啊，解禁之后呢，外公外婆就改用台语跟我们讲话了，毕竟那个是他们习惯讲的语言。那你就跟外公外婆讲台语吗？小时候在家里呢，外公外婆、舅舅他们是讲台语，然后我和阿姨们呢都讲国语。春春，帮我对冰箱摕鸡卵来灶卡。哦，阿妈，你要几颗？你摕材料来，顺便碗甜吼先摕出去。那还有多久可以吃饭？所以你们的对话，外公外婆都讲台语，你都讲国语，这样好奇怪哦。这样的生活形态都是教育体制下的产物。不过我觉得应该不是只有我们家这样哦，只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小时候被禁说的语言，现在竟然会成为学校的一门课。彤彤要拿着台语课本问我怎么念，我念不出来就会被他们说啊，你不是台南人。不是啊，荧幕上的字，有多少人能直觉了解它的意思？
如果字幕像下面影片这样上，不听发音，会有多少人直觉的知道演员在说什么呢？不是会说台语就一定看得懂台文，影片的对话很口语，但我这一代没有学过台语字，所以不是100%看得懂。13年前曾在我的部落格分享，当时3岁的彤彤拿着台语课本请教我怎么念，老实说我第一次还真的念不出来耶。天光乙这什么东东，竹家又是什么意思？对于没学过台文的我们，搞得像是台语大猜谜。后来发现下面有注释，我觉得我看注释就念得出来了，看课文还要猜个老半天才懂它的意思。然后我就收到下则留言：奇怪个屁！台语文字化才是让台语登上大雅之堂的最佳手段。台湾人竟然甘愿让自己的母语被视为矮人一截的象征。总之，在校不说台语说国语的政策，我身边同龄的朋友没有人记得，倒是跟孩子提起得到了回馈，因为现在学的是台湾历史，课本都有提到。女儿说这段经历被称作说国语运动，跟我同世代的朋友是否还有人记得这段过去呢？吃饱输赢哦，你还无聊啦？老爸关心囝，你讲我老爸无聊？你是烦恼啥啦？你当作我目睭青眉哦哈，逐个人都看有哈。你甲伟啊两个行到迄阿爸，人也问讲，恁囝是毋是同性恋啊？我当然嘛讲毋是，但是我怀疑你是。在寻找台语素材时，看到遇上这位演员，内心很惊喜。他是反派专业户，小时候就觉得他颜值超高，怎么没有大红大紫呢？印象最深刻的是民国85年中视8点档的《情定少林寺》。明星，我是大师兄，在态度上和言语上，你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。这部戏我只记得2位演员，一位是唐娜，另一位就是玉上。只要有玉上出现的画面，隔天都是班上女同学讨论的话题。我们女生的焦点全放在大师兄身上。玉上身穿红衣服的画面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忘记呢。下次见哦。